把茶杯放下，蓝忘机顿了顿，似乎在思忖着该如何回答。可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他还是只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不讨厌。魏无羡端起茶杯，扬起脖子喝了一口之后，慢慢地把茶杯放了回去。他的手指轻敲着杯沿，漫不经心道：韩光俊。蓝忘机直觉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魏无羡侧过脸看着他，嘴角忽而勾起了一个好看的笑。他的声音有些慵懒，讲出来的话却极具分量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魏无羡眉眼弯弯，又笑意盈盈地唤了他一声蓝湛。那句恍如隔世的称呼让蓝忘机愣了一瞬，但他到底是韩光君，他的神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他平静地望向魏无羡，对他轻声道：很早。魏无羡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，有些惊喜地笑道：怎么认出来的？见他沉默着没有说话，魏无羡自己猜了起来。不说话，好吧，那你只说是或不是，这样总行吧？你是不是在大梵山就认出我了？蓝忘机道：是。魏无羡道：那是因为我召来了温宁吗？不是。那是因为鬼道？蓝忘机摇头：不是。因为江城？不是。魏无羡没辙了，他无奈道：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你到底是怎么认出我的啊？蓝忘机的无奈之情不比魏无羡的少，他浅吸一口气之后淡淡道：自己想。魏无羡一下子就瘫在了身后的椅背上，他抓耳挠腮道：就是想不到才问你的吗？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说一下又不会少块肉。魏无羡尝试改变策略，开始言语威胁：不说是吧？好啊，你要是不说，明天我就顺走你的钱袋，然后偷偷溜掉。蓝忘机瞄了他一眼，不知为何，魏无羡被蓝忘机这么正直的一盯，底气一下子就全没了，软硬都不吃。魏无羡终于退让了一步，又嬉皮笑脸地蹭过去，好声好气求道：那你不愿意说，能不能给个提示啊？给个提示总可以的吧？在魏无羡的软磨硬泡下，蓝忘机终于妥协。他抬起眼帘，目色柔和地看着他，眼里有掩不住的细细流光。笛子。什么？蓝忘机又重复了一遍：笛子。魏无羡这才回过神，连连应道：哦，笛子。说完之后，魏无羡不自然地端起茶杯，就开始往喉咙里灌水，眼睛抑制不住地往一旁瞟，就是有点不敢去看蓝忘机。要命，刚才怎么看他看呆了？居然一下子没听清他说了什么。可是他的眼睛真的好浅啊，像天上的满月一样，像刚好被最亮的流星划过的带着清辉的月亮。魏无羡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又重振旗鼓：是因为我削笛子的手法？不对吧，我之前也没有在你面前削过笛子，而且我那次吹得那么难听，总不可能是因为我吹笛子的水平把我认出来的吧？夷陵老祖的笛子应该还是吹得不错的吧？魏无羡见他不说话，还以为他是觉得自己从前也把笛子吹得很难听，便连忙问道：蓝湛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以前的笛子也吹得很难听吗？不是吧？蓝忘机摇摇头：好听。魏无羡嘿嘿一笑：嘿，我就知道。魏无羡正忙着得意，所以方才蓝忘机唇角扬起的那一抹稍纵即逝、似有若无的浅淡笑意，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。不是笛子本身，不是吹笛子的水平，那难道是吹出来的曲子？正在回忆那天自己下意识吹出来的曲子是怎样的旋律时，客房的门却忽然被敲响了。随着敲门声一起响起的，还有蓝思追小心的询问声：韩光俊、莫前辈，请问你们起了吗？魏无羡撑着下巴的胳膊忽然一僵，险些没撑住。蓝忘机却依然神色自若，他理了理衣襟后，开始有条不紊地系上抹额。他一边整理一边回应道：楼下等。等蓝忘机整理好仪容，抬眼示意魏无羡下楼的时候，蓝忘机的身形却一滞，像流动着的月光被冻住了一样。因为他听见一段他再熟悉不过的旋律，缓缓地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房间里响了起来。那首他曾以为不会唱给任何人听的曲子，魏无羡只凭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记忆，哼唱了两句，浑然没有发现蓝忘机神色的变化。他哼完之后，皱着眉头问道：蓝湛，
我刚刚哼的曲子，你听过吗？你……魏无羡笑道：嘿，看你这个反应，你是知道的吧？是什么曲子呀？快告诉我吧。蓝忘机目光复杂地看着他，静静的没有说话。看他实在不似作为，蓝忘机才终于闭上双眼，沉沉地吸了一口气。在睁开眼时，那对好看的眼眸里又是往常的无波无澜。他淡淡道：下楼。魏无羡还没来得及再问，蓝忘机就已经揪起了他的领子，看样子是要把他拎下去。魏无羡忙把脖子一缩，讨饶道：哎，蓝湛，我走，别揪我领子。蓝忘机没听。魏无羡又道：头发，我头还没梳呢，被小朋友看见多不好呀。衣服，领子，我衣服都没穿好，就这么出去，是要吓到你家小孩的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沉默着松开了手。得了自由，魏无羡弓着腰，飞快的就溜到另一边去了。只不过夜猎的事情一波接一波，魏无羡便把这件事暂时的抛在了脑后。关于那个曲子的答案，他也暂时无从知晓了。直到后来蓝忘机喝醉了，他贼心不死的凑到他面前问道：蓝湛，你到底是怎么认出我的？那首曲子到底叫什么名字？蓝忘机有些茫然地望着他，他的身子有些情不自禁地往后缩，眼睫好看的轻轻颤着，嘴唇没有规律地张合几次，看样子似乎就要交代了。魏无羡的一条腿正跪在床上，两手撑在身下，听见他开口了，他把脖子往前一伸，腿和手也向前爬了半步，歪着头笑道：哇！可是蓝忘机却没有把话说完，因为魏无羡忽然吻上了他的嘴唇，而后又鬼使神差一般伸出一点舌尖，在他下唇上轻轻舔了一下。当蓝忘机把自己拍晕之后，魏无羡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倒在床上的蓝忘机，怔愣半天没有反应。后来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，魏无羡终于渐渐地发觉了自己对蓝忘机的不同，可他却不太敢再往蓝忘机的床上爬了。每天跟他上床睡觉，是他最纠结又最期待，最担心又最渴望的时候。我是喜欢蓝湛的吧？蓝湛喜欢我吗？现在跟他说分房睡，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讨厌他？可我现在赖着不走跟他睡，他会不会讨厌我？可我以前都脱他衣服摸他肉了，他也没有赶我走。我以前都干了些啥啊？他现在就在我身边睡着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在魏无羡还在心里抓狂的时候，耳边却忽然轻轻响起了那个最让他脸红心跳的声音：睡不着。魏无羡浑身闪过一阵酥酥的麻意，下意识的闪躲，低声惊呼道：啊！蓝忘机侧过脸来，将他躲闪的动作默默看在眼里，他目光里有些令人难以察觉的哀伤和无奈。他又低声重复了一次：睡不着吗？魏无羡这才回过神来，忙扯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，打着马虎眼应道：是有点睡不太着。蓝忘机的眼瞳本就很浅，此时看向魏无羡的目光又不带着白日里似乎与生俱来的严厉，这让魏无羡简直不敢深看，就怕下一刻就要陷进去。蓝忘机轻声道：睡吧，我守着你。半晌，魏无羡才有些僵硬的点点头：哦，好的。他认命一般蹬了下腿，然后把被子猛地往上一拉，盖在自己脸上，仿佛这样就能将那些乱七八糟惹人心乱的想法通通都赶走一样。可是正当他在被子里皱着眉头抿着嘴强迫自己睡觉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脸上一轻，春夜里的微凉空气一下子又与他重逢。他睁开眼，他看着他，蓝忘机的脸就在魏无羡的面前，他温热的呼吸似有若无地扫过魏无羡的鼻尖，他低着头，眉心微蹙，担忧之色些许流露。他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无奈道：别闷着。魏无羡实在是很感激今夜没有什么月光，没有让他红得发烫的脸无处可躲。蓝忘机见他没有什么反应，只好无声地帮他把被子掖好。把被子整理得齐齐整整之后，蓝忘机重新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语重心长道：你有心事。我……蓝忘机盯着他，目光不曾偏移分毫。魏无羡撒谎道：没有啊，没有。蓝忘机却还是紧盯着他，
在那样的目光下，魏无羡终于忍不了了。他在一瞬之间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睁大双眼，爽快承认道：“是啊，有又怎样？”蓝忘机微微一愣，魏无羡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颇有气势地翻了个身，把蓝忘机压倒在了床的另一侧。两人瞬间变换了上下。蓝忘机脱口道：“喂！”魏无羡一手压上蓝忘机的心口：“你别说话。”蓝忘机睁大了眼。魏无羡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眼时，心跳却还是快得不行。他自嘲道：“看来深呼吸好像不是那么有用呢。”魏无羡用另一只手去寻蓝忘机的手，牵着他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，低着头笑道：“你说是不是，韩光君？”魏婴感受着放在自己胸口的手掌，听着蓝忘机的声音和他有些急促的呼吸，魏无羡咧着嘴，轻轻柔柔地笑道：“嘘，蓝湛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说。蓝湛，我喜欢你，不是朋友之间的喜欢，是我娘对我爹，我爹对我娘的那种喜欢，想和你一辈子夜恋的那种喜欢。睡不着是因为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又怕你不喜欢我，又怕你觉得我讨厌，觉得我恶心。我魏无羡两辈子潇潇洒洒，什么也不怕，却在意识到自己喜欢你之后，实实在在的第一次，有点气了。我想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，愿意和我在一起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我，讨厌我，恶心我，那么处理完观音庙这些破事之后，我立马滚得远远的，我保证再也不挨烦。蓝，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